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紫电白红的10个问题解析。这部影片主播会详细带各位看一下这把3代忍者紫源的专武，从技能效果到系数，还有推荐抽取，跟最后的实战与比较，主播都会在影片中为各位分析。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咯。紫电白红的技能猎雷碎空可以有2种释放方式，短按跟长按。长按会使忍者滞空并给予前方护盾，这个盾真的蛮给力的，后面会专门测。长按过一段时间或短按会先劈出2道雷，这种道是追踪的，可以打背板，然后往忍者前方劈出1道雷。技能具有控制效果，可以对 BOSS 造成缓速。我们来看一下实际效果，短按会直接开始攻击，整体输出时间3秒半，3.5秒的输出时间算快，比摆雷快了半秒。长按的部分最长滞空1秒，滞空期间会获得一个前方护盾，消失后才会开始后续攻击，算是一种保命手段。为了搭配紫源的野兽特攻，星节部分在红1跟红3都是提供对野兽的攻击加成，但我觉得红5的攻击加 15% 也很重要，要练的话还是建议推到满星。至于突破的部分，1阶会多1道雷，比起0阶多了1道垂直的雷电，系数后面会讲，但紫源拿会比较痛。2阶开始有 20% 几率暴击，暴击的倍率是 1.3 倍，从2阶开始玩家就可以赌运气了。3阶的部分增加的是悬浮时间，换句话说就是增加长按的护盾时间。一样紫源拿时间会比较久，并且护盾会由原本的3/5变成1个圆，因为紫电白红的护盾效果非常强力，多 0.5 秒有时候就可以多活1个板子。护盾效果后面会完整说明啦。在4阶增加 10% 武器伤害，这个数值会稍微被星级稀释掉，满星提升的幅度实际上是 8.7%。5阶暴击率提升到 30%， 暴击伤害提升到 1.5 倍。如果要速通赌暴击，肯定是要弄到5阶，没预算玩家2阶其实就够用了。主播带各位看一下系数的部分，0阶基础系数 10.68， 打野兽可以达到 12.28。再来我们提高到1阶，1阶给紫源以外的忍者拿系数是 11.07， 只提升了 0.4， 给紫源拿系数提升到 11.78， 多了 1.1。接着看一下2阶，2阶以后的伤害就是浮动值。小白拿范围落在 11.07 到 14.39， 期望值为 11.73， 紫源拿的期望值会提高到 12.49。再来是3阶，3阶没有系数的提升，我们直接跳过。来到4阶，武器伤害加 10%， 紫源以外的拿期望系数为 12.75， 紫源拿可以提高到 13.57。最后拉满到5阶，一共需要7把紫电。紫源以外的拿期望系数为 13.83， 紫源拿可以提高到 14.72， 稳稳的拿下当前武器的最高系数。在主播也帮各位整理好表格了，紫源拿常规系数极限来到19，打野兽的极限系数更是达到22，常规状态打野兽平均差不多17，而给紫源以外的拿常规系数约为 13.83， 打野兽也有到 15.9。总之整体来看，紫电白红又是一把系数 T0 的武器，这个毋庸置疑啊。前面主播一直有提到紫电白红的长按护盾，这边我们就来跟各位详细介绍一下这部分。这个护盾主播觉得效果挺好，除了覆盖范围大以外，这个漂浮也不是强制漂。就算到3阶，总长度达到 1.5 秒，在这段期间只要松开或者移动，就能直接把武器技能放出去，只要正面一刀对准 BOSS 就好。再来这个护盾我称为雷盾以下最强盾，可以有效消除高级弹幕，从赤须的红球到灭国文的导弹，从工程师的代码到水墨的毛笔，基本上都可以扛住，甚至可以消除附近的不可消。0阶只有一个小缺点，就是背后没盾，如果攻击会回来或者从后面来会被破防。这个情况下到3阶会被补全，多了后面2/5个盾成为1个圆，这样就不用担心从后面来的攻击了，并且后面的盾也可以消除不可消弹幕，所以长按期间就是一个360度无死角的护盾。但是使用上有2点要注意，也算是紫电护盾的一个小缺点。第一个就是护盾消失很容易马上受伤，因为护盾消失到攻击出去有个时间差，这段期间弹幕是可以漏过来的。第二点就是虽然护盾可消除高级弹幕，但如果是超级武装的更高级弹幕还是会被打穿，所以像是拉丝龙、赤金泡泡、灭国文激光喷射，又或者是其他超级武装状态，是不建议长按释放护盾保命的。
首先是背板的部分，背板只能打中前2发追踪攻击，系数上差不多只剩5到6，不过前2刀可以持续提供类似麻痹的效果。而对于近身贴背的部分，很可惜的就是除了前2刀以外，后段也是达不到的。再来是上天的部分，至少能打中追踪的部分。最后一段腾蛇噬咬的位置取决于我们第3道水平刀的高度，不过噬咬的范围很大，能打到80%以上的伤害。连开跟叠开的能力也很重要，叠开就是2手带同样的武器能不能一起开，如果不能的话，5+5的效益会降低。而连开则是使用磨刀石等方法，短时间释放同一个武器2次。连开如果不会被吃掉的话，这把武器的竞争力会更强。首先是叠开，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中出现2次腾蛇噬咬，代表可以主副手同时开。连开的部分，主播为了视觉上更好观察，分别把攻击打在下面跟上面，同样的也可以连开，机制上非常完整。大家都知道，上一把具有麻痹效果的武器是星闪的百雷拂晓。百雷的效果在3阶以后，只要能成功打到 BOSS， 基本上就可以打满，算是强麻痹。不过百雷的初始剑速偏慢，有时候还没麻到 BOSS 就跑掉了。而紫电白红0阶就有麻痹效果，并且一按下去瞬间就能麻痹。主播特别挑了几个准白的过动版进行测试，发现紫电的麻痹效果跟3阶百雷不相上下，只要 BOSS 没进入瞬闪动画都能定住。不过 BOSS 如果已经进入到瞬闪动作的话，像这边虽然能减慢它消失的动作，但没办法打满全部的伤害。同理，面对会遁地的 BOSS， 打跳拼的那发紫电是可以打满的，但后续伤害该空的还是空，所以面对遁地中的 BOSS， 最好还是等一下。再来是跑图开跟保命的部分，长按状态下速度会减慢，除非是需要依靠滞空飘过板子，不然主播建议直接用短按。短按的情况下，腾蛇噬咬可以消除大范围的障碍物，具有很不错的刷钱跟保命效果。在3v3跑图中释放，不论是保命或者刷钱都具有奇效，但主播觉得这武器光害有点严重，有时候武器一开下去，注意力就涣散了，看不到路，非常危险。这边主播帮各位整理了表格，比较了目前4个属性最强的2把武器。T0分别为蓝刃、毛笔、紫电跟炙炎。原本的百雷因为紫电的关系，被主播降到 T0.5 去了。这张表同时也整理了每把武器满阶打特攻的期望系数。然后主播也整理了全武器的大表，不知道练什么的就从上面开始练。新手不建议练 T3 或 T4 的武器，最好直接直冲 T0 或 T1。现在忍者必须死的武器一共有20几把，根据主播从1周年开始统计的数字，我们可以获得这张武器系数图。这个图中有特殊攻击的武器，主播都是取最高期望值，包含专武加特攻。我们其实可以发现一个逐年上升的趋势，并且最近上升的趋势很固定，甚至可以推算下一把武器的期望系数。打特攻加作为专武很可能落在17.51，大概有3到4%的系数成长。所以主播认为紫电至少在4波武器更新内，系数不会比巅峰武器差超过2。如果以系数作为考量的玩家可以放心抽。再来，你如果有雷系角色，不论是星闪还是想抽紫源，手上拿的武器如果不是百雷拂晓的，主播觉得可以抽一下这把武器，像主播自己是用雷鸣剑而已，这波一定会抽抽看，希望不要爆死。至于要抽到几阶，这张图是主播整理出来各阶对比0阶提升的趴数，橘色是给紫源拿，黄色是给其他人拿。主播的建议是，如果你练的是非紫源的雷系角色，想抽但资源不够就抽一把，下次复刻抽到2或4阶。如果你是紫源玩家，建议只上1阶，然后多的看是要停在2或4，课长就直接抽满，也不用管 CP 值了。这把在雷系应该可以强个1年。主播自己会想抽到4停住，如果很欧再看看要不要氪到5阶。以上就是这次关于紫电白红的全分析，不知道各位看完想不想抽呢？可以在下面留言给主播，有问题的也欢迎下面提问。还没看主播测试紫源的也记得去看，那就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们下部影片再见，拜拜。